重生，我真的重生了！贱人，你个贱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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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贱人！我就是夏家，那又怎么样？哼，那又不是我的亲老公和亲儿子，我只是一个外人。向世涵，你也不想你的老公和儿子被毁了吧？若逢星雪初霁，满月当空，下面平铺着皓影，上面流转着亮影，而你却带着笑向我走来。月色和血色之间是第三种角色。欢迎收听《死生有你》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夏凌风。向诗涵，已经是晚期了，回家和家人团聚吧，过好人生最后这段日子。从古至今，有许许多多的人都喜欢写许，但你若写许，你不能只写许，你要写应是天仙狂醉，断把白玉揉碎。你要写一步情，两步深，三步少年已白头。你要写柴门闻犬吠，风雪夜归人。我的儿子们已经名满天下，他们一定是太忙了，才没顾得上去监狱看我。在这样的雪夜里，我为大家请来了歌坛新晋天后李思思小姐，她为大家带来了她的新歌《飘雪》。忧郁的一片天，飘着纷飞的雪，连思思都当歌坛天后了，真好。那是，思思可是最年轻的歌坛天后，还有这夏家3个儿子，个个都是天才。大儿子夏凌风，大夏电台的金牌主持；二儿子夏晨舟，大夏最年轻的影帝；小儿子夏彻，惊涛涛创始人，大夏最大的电商平台。看来3年前我留下的剧本、歌曲、诗词、商业计划，已经让我的3个儿子站在了这个世界的顶端。夏家的儿子这么优秀，可惜他们那个妈真是让他们蒙羞了。蒙羞？他们哪还来的妈呀？3兄弟发布会上已经说了，他们早就和妈断绝关系了。他们能有今天，都是李思思策划创造，在背后支持。他们呀，现在只认李思思一个后妈，而且下线上都说了，财产和3个儿子一起交给思思小姐打理。只剩一个后妈。没有你这样的罪犯欺负我，最后悔的就是20年前跟你结了婚。你敢说思思阿姨的歌词和歌曲是你写的？你还敢说替思思阿姨顶罪？思思阿姨这么好，你却想毁了她？滚！我们没有你这样的母亲。你这个白眼狼，劳改犯，还骗我说得了癌症。去死吧你！我不是为了夏家的富贵，我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。我只是想告诉你们和你们的爸爸，妈妈不是这样的。诗涵，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外人，我不争，我可以把一切功劳都给你。姐，你死在外面就行，你为什么要回来？诗涵，你就算杀了我也不能让外人说我凌风的歌词和歌曲是罪犯写的，那会毁了他的。这个贱人，还想杀思思！思思阿姨都不跟你争了，你却还想害她，还想害了我们所有人，你简直该死！凌风，你以前什么都想着妈，凌风，你一定不是这么看妈妈的，对不对啊，凌风？凌风，我最感谢的人是我唯一的妈妈，歌坛天后李思思。如果不是她为了我，她一定会成为最璀璨的明星。唯一的妈。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被你养20几年。后悔是我错，我这辈子
终究是错付。要是能重来，没有你这样的罪犯！你这个白眼狼，劳改犯！最后悔的事就是被你养了20几年。向诗涵，你儿子送你的衣服我还给你，我什么都不和你争了，你救救我，救救我呀！李思思，救你？对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是那个人突然窜出来，我才撞了他。我给你磕头了，我给你磕头了，姐，你救救我！我这是重生了，重生在了3年前李思思久负超速肇事逃逸，让我替他顶罪的那一年。诗涵，只要你承认车是你开的，那他们就不会再追查了。这是要坐牢的，造成重大交通事故逃逸，至少要判3年的。诗涵，我求求你，你就帮帮我吧。这些你写给3个儿子的诗，歌词我都不要了。只要你愿意帮我，我会向你的丈夫和你的儿子们承认，这2年是我抢了你的创作，是我被迫签下署名匿名合同。你不是最想得到你儿子的认可吗？我这2年从你这儿抢走的一切，可都给了你的儿子们。我要是坐牢了，那他们得到的就会变成一个罪犯给的，他们的前途可就彻底毁了。你要是不帮我顶罪，我去找你的大儿子。你大儿子如果不替我，那我就说是你3个儿子教唆我逃逸的。你太卑鄙了！是，我就是卑鄙，我只是一个外人，他们又不是我的亲老公亲儿子。你也不想看到你3个这么优秀的儿子被毁了。只要你愿意替我顶罪，我保证3年之后，等你出来的时候，你会得到你该得到的一切，你会得到你儿子的认可。你就这么吃定我会帮你顶罪？我的好闺蜜，当初你为了那几个儿子让我帮你付出，从你答应我的条件签下放弃署名权的协议开始，我就吃定了。像你这种从底层出来的人，自卑、黏安，渴望家庭温暖，为了你的几个儿子放弃你的前途，让你死都行。是，为了那3个儿子，我死都不怕。你敢说歌词和歌曲是你写的？你这个白眼狼，劳改犯，还骗我说得了癌症，去死吧你！我最感谢的人是我唯一的朋友，歌坛天后李思思。夏之涵，我劝你，在你去坐牢之前，最好把你新创作的歌词、歌曲、商业策划通通给我，这样我还能帮你照顾好你的老公和儿子。哦，对了，还有帮你继承夏家。李思思，只要是以前，你肯定有得逞，但是现在，你别现在又怎么样？怎么，你还想打我不成？那个是你最爱的儿子，打你怎么了？不好意思，那几个白眼狼养子我不要了。现在的我，不受任何人威胁，我向诗涵只活自己。你居然敢打我！你这个打的就是你！你才是个畜生！畜生！畜生！住手！你怎么能这样欺负思思呢？思思阿姨，大爷没事吧？哟，没打到你老婆身上，却打到了你的白月光，这得多疼啊！我的好老公，你对李思思下手也太狠了一些。你这个毒妇！思思，没事吧？混蛋！刚才为什么要躲？知不知道你躲，思思阿姨受了多大的伤害？那你为什么又要躲呢？我的好儿子，我为什么不躲？你能跟我比吗？你能跟思思阿姨比吗？一个每天只知道洗衣服做饭的废物，你怎么能跟思思阿姨这样才华横溢的人比？
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教养。你敢打我？我打你怎么了？妈，你凭什么打我二哥？我二哥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，明明都是你的问题。你能不能把你从乡下带来的那些臭毛病改一改？你的规矩、教养都被狗吃了吗？我不仅要打他，我还要打你！我就是没有规矩，没有教养，都喂狗了，怎么了？泼妇，你这个泼妇！不要气死我是吗？没有你这样的老婆，你给我滚！滚出夏家！好啊，夏先生。诗涵，你不能走。你让他走，把你欺负成这个样子，让他滚出夏家！夏帆，诗涵他不能走，他肇事逃逸，想找我顶罪。他要是走了，那我就要被抓去坐牢了呀！什么？他肇事逃逸，找你顶罪？丧心病狂！夏家有你这样的女人，简直是家风败坏。门口的警笛声就是来抓你吗？你就是嫌思思阿姨不替你顶罪，所以才老实承诺的吗？我也不是不能帮诗涵顶罪，只是我要是被抓进去了，那谁来给3个孩子写稿、写词、写商业策划呢？好，真是太好了，李思思，你不仅演得好，你更会倒打一耙。你觉得警方会相信你这些屁话？蠢货！给我站住！陈州，去把督察官找来，把这个毒妇抓走。好。督察同志，逃犯就是他。你好，我是江城第3交通支队队长，我们正在追查一名交通肇事者，请你配合。快把他抓进来！虽然他是我妈，但我们夏家绝不包庇罪犯。请问江 AW48是你的车吗？车速这么快，飙车的地方又没监控，只要我要死了是向上，又没人能证明是我。哦，是我的车，昨天晚上被这个毒妇给偷走，闯祸去了。昨天晚上8点20分，你在江山路上飙车，撞到了一名行人，造成了多处骨折，并且肇事逃逸，是否属实？不属实，肇事逃逸的是李思思，不是我。督察同志，我作证，逃逸的就是他。对，我也作证，就是他诬陷思思阿姨。我也可以作证，昨天晚上他就没在家，所以肇事逃逸的就是他。诗涵，你老公和儿子们都已经作证了，就不要一错再错，赶紧自首，争取宽大处理。一群狗叫也能作证，我还能作证。肇事逃逸的人就是他，李思思。督察同志，你们不是有监控吗？把监控！诗涵，你还是赶紧认罪吧。要是把事情闹大了，你的儿子们跟你老公可都要丢脸。大哥，发生什么？怎么督察来了？大哥，都怪妈肇事逃逸，她还诬陷思思阿姨，想让思思阿姨替她顶罪。肇事逃逸？妈，诬陷思思阿姨？不会的，我相信我的家人，他绝对不会肇事逃逸的。不是你相信就行，凡事要讲证据。去把肇事路口所有监控调动。是。通过监控可以看出肇事车辆，但由于肇事车辆车速过快，导致司机面部无法看清楚。这监控根本看不清，是谁开的车？妈，思思阿姨，你们2个就实话实说，告诉我，到底是谁开的车？林峰，你这么看我，就认定这事一定是我做的吗？就是你，思思跟我是青梅竹马，我对她知根知底，她懂规矩，有教养，怎么可能肇事逃逸呢？既然你们没人主动承认，那就全部带回去接受调查。带走！不要！夏凡，林峰，救我！等等，我想我可以证明是谁开的车。证明，林峰，这事你又会怎么选择？怎么证明？妈，对不起，我不能为了帮你而伤害思思阿姨。
你是养了我20多年，但思思阿姨也一路上帮了我好多好多。不过妈，你放心，无论你坐牢坐了多久，只要你出来了，我们一家人呢，还是会加倍对你好的。是吗，林峰？你就这么认定，坐牢的一定会是我？妈，你就不要再狡辩了。司机身上那件风衣是我在他生日那天送他的生日礼物，所以肇事逃逸的人是我母亲。夏凌风，你仅凭一件衣服就敢断定肇事逃逸的人是我？妈，你就不要再狡辩了。虽然这监控看不清你，但那件风衣就是我送你的那件衣服。妈，你可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是，太失望。妈，你自己做错的事要自己承担责任。我们几个呀也都长大了，你作为一个养母，你的责任已经尽到了，而爸爸和思思阿姨也会很好的照顾好我们。妈，你就好好去牢里改造，好吧？这位同志，从现场刹车痕迹上看，你认为车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通过视频，肇事车辆车速至少180，在路上完成几个高难度动作，撞到行人后原地旋转180度，横向漂移，逃离了现场。所以我断定，这人一定是一位赛车手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李思思从小就是个赛车爱好者。思思阿姨是赛车手，那又怎么？她这么贤惠，不像一个从乡下来的老女人，把车开得那么快，撞了人之后还肇事逃逸。没错，思思跟我是青梅竹马，她为人低调、乖巧、懂事，是所有人公认的大家闺秀。她怎么可能去肇事逃逸呢？啊，向诗涵，你为什么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污蔑她呢？妈，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满口谎言，心思恶毒。我满口谎言，心思恶毒。我的好老公、好儿子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我根本就没有家长。你没有驾照，这怎么可能？这5年来，我唯一一次摸车，就是你把车送给李思思那天。你嫌我脏，你忘了吗？脏？林峰，你爸真的要把这辆车送给我？对，真好看。好了嘛，你这时候别把这车摸脏。思思阿姨，快上去试一下。走，我们去兜风。竟然不知道，妈，你连车都没摸过几次，更没有驾照。肇事逃逸的人是思思阿姨，难道我真错怪我？林峰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，会不会是向诗涵？他无照驾驶，穿着衣服的明明是他呀！风，你怎么能怀疑思思呢？她这么知书达理的一个女人，怎么可能肇事逃逸呢？没错，向思涵，她就是满口谎话，没有教养。你怎么能相信她说的，而不相信思思阿姨呢？妈，我没送你车，是我不对，但这件衣服明明就是我送给你的呀。你无证驾驶，对吗？你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为了表达我没送你车，你不满？不满？我还敢不满？从这件衣服送给我的第一天起，就已经被他给抢走了。在你们眼里，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，永远都是那个满嘴谎言、一无是处的家庭主妇。所有的错都是我做的，所有的罪都由我来扛。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，都没有用。在你们心里，对我的了解比天高，比海深。可是，你说思思阿姨抢了你的衣服，这么幼稚的事，你叫我们怎么相信啊？好了，技术总局已经搞清楚
肇事车辆的行动轨迹，上一个路口的监控视频已经查清楚。小刘，处理一下。不用查了，是我。如果真的要一个人坐牢的话，那就让我去吧。你真让思思阿姨替你顶罪吗？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妈？没有担当！妈，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思思阿姨，你没必要为他顶罪，我们呢不会让你受到一丁点委屈。今天我一定要让你受到应有的惩罚，你才知道悔过。给我查！林峰，好了，思思阿姨，这件事情一定要查，查清楚，查明白，让这个人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查吧，查出真相来，希望你们不要哭就好。就是这辆车，从南向北。这也看不清楚，把这个画面重新播放，放慢10倍。停！就是这个画面，给我放大，放清楚，到底是谁？妈，一定是妈！证据马上就清晰了。妈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我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在结果没出来之前，说什么都太早。结果就是把你送进大牢。妈，你难道就没有一丁点悔过之心吗？你真的太让我失望。失望？你还是先看清楚这上面是什么，你再失望也来得及。思思，怎么可能是思思呢？哇，这应该是搞错了，怎么是思思阿姨？爸，这不是你的车吗？果然，他们只愿意相信自己所认为的真相。为了李思思，他们会不惜牺牲任何人。上一次，我就像个傻子一样，为他们付出了一切。陈舟，我不想坐牢。我要是坐牢了，谁帮你们写歌词、歌曲，还有商业策划呀？李思思，你的这些作品都是你自己创作的吗？哪个不是你拿着合同来逼我，从我这里抢走的？够！思思阿姨已经为你坐牢了，你还要抢走她所有的功劳吗？妈，思思阿姨为我写的商业策划，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。给林峰写的稿件，马上就可以让大哥享誉全球。就连他自己的作品，也在成为天后的路上。他为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多少？只有你一点作用都没有。你到底为什么不能替他坐牢呢？因为我不是他妈。你们一个个的这么高尚，怎么不帮他坐牢去呢？啊？你们谁愿意去？你愿意去吗？你还是谁去？现在证据确凿，李思思，你涉嫌肇事逃逸，我代表江城第3支队将你带走。林峰，我都是为了你呀，我是为了赶回来庆祝你给我设金牌主持人，我才超速的人。等一下，李队长，帮我联系受害人家属，我愿不惜一切代价取得他们原谅。李队长，帮我联系受害人家属，我愿不惜一切代价取得他们原谅。林峰，妈害怕，林峰。妈，你别怕，等你去牢里好好改造，我们等你出来。老公，老公。林峰，林峰。对，只要是不让思思阿姨坐牢，什么代价我们夏家都能接受。对，我现在就给公司财务打电话，让他们筹集一切资金。我早该明白，就算林峰是真的高兴，但在我和他心心念念的思思阿姨之前，他还是偏爱另一个。据反馈，被害人目前没有生命危险。如果你们能达成和解，还是能保住他；如果达不成和解，我们随时会将他带走。小刘，老李，我们走。
思思，思思阿姨，思思阿姨，你放心，不管我们花多少钱，我们一定不会让你坐牢的，是吧，爸？没错。好一个情深意重啊！那我就祝福你们一家人从此幸福美满。你给我站住！妈，你要去哪？您不觉得我在这个家特别多余吗？妈，你们有李思思一个妈就够了，我活得连狗都不如。不是妈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你和思思阿姨都是我的家人，在我心里，我对你们两个都是一样的。夏凌风，你说这样的话不觉得恶心吗？都是一样的，你好好想想，我要被抓走坐牢时，你是怎么说的？李思思要被带走时，你又是如何做的？无论你坐牢坐多久，只要你出来，我们一家人呢，还是会加倍对你的。不管我们花多少钱，我们一定不会让你坐牢的。我只是，我觉得，即便是你要被抓去坐牢，我也不会让你去坐牢呀。夏凌风，我原本以为你跟他们不一样，他们只是单纯的坏人，可我没想到你比他们更加自私，更加令人作恶。我没你这样的儿子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与你，与整个夏家恩断义绝。你们这几个我养了20几年的白眼狼儿子，我像是个不要了。再说，我说我要与你，与整个夏家恩断义绝。我要把你们这些年从我这里拿走，统统都夺回来。我最后悔的就是嫁给你这个白眼狼，为你们这几个养不熟的狼崽子天天洗衣做饭。再说，断义绝！再说，再。这第一巴掌，我念在曾经大学时期帮助过我的份上；这第二巴掌，看在你这些年为这个家人模狗样的，我忍了；这第三巴掌，我念在你曾经教过我几声老婆的份上，我不跟你计较；这最后这几巴掌，就当断了我们这辈子夫妻情分了。现在情分没了，夫妻关系也断了，你还有什么资格打我？妈，你真的要与我断绝情分，跟我们断亲？难道这几年对我们没有动过真感情？是，我们是错怪了你，但都是为了你好。又是为了我好。我被诬陷成肇事逃逸的罪犯时，耳边都是你们的咒骂声，那声声的咒骂就像一把把的刀，恨不得把我刮干抹净了丢去喂狗。让我背锅坐牢，也是为了我好。是，谁让我只是一个会洗衣做饭、不会追名逐利的废物？这些年来，你们嫌弃的眼神就像一根根针，深深扎在我的心窝子上。我咽下的委屈，你们谁又听见了？你还记不记得，当初为了支持你创业，你让我辞了工作回家带孩子。寒冬腊月，小峰发烧，我一个人抱着他跑了3家医院，我的双手长满了冻疮，还要回来给你们做饭。夏帆，你还记不记得，你曾经说过你要养我，会让我过上好日子。你们是过上好日子，我过上了吗？你们一个比一个更能糟践我的心意。我竟然不知道，妈当年受了这样的苦。你考上大学那天抱着我说，妈，以后我养你，让你享清福。我相信了，我把你们4个当成了我的全部，每年换季的衣服，我都是一个个熨烫去整理，夏家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灰尘，我整整打扫了24年。你们在外面吃香喝辣，可我就在家里面吃剩菜剩饭，就因为我买了一件新衣服，
你们就说我不懂得节俭，在家闲着还乱花钱。那我今天就要问问你们夏家，真就缺我这件衣服钱吗？我不甘心，我拼尽全力把你们一个培养的比一个优秀。我只是想告诉你们的妈妈有属于自己的价值。可我还是错了，你们变得这么势利，变得白眼狼，甚至认贼作父。我这些年的付出算是白费了。我在这个家里活得连个保姆都不如。妈，我们，你们不是不相信这个家能有今天，都是因为我。你们不是不相信所有的歌曲、诗词、电影、企业策划都是我写的吗？那好，我就要让你在自己最引以为傲的地方，把你们通通踩在脚下。大哥，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真的不是因为我们对她的偏见吗？大哥还说什么所有创作都是他写的，我看他就是为了博得大家的关注才搞这么一出。就是，走就走吧。这样的妈我也不想要。他走之后，我们的家庭一定会更好。让他出去吃点苦也好，只有这样，他才能知道咱们对他有多好。都怪我，是我因为业务繁忙而忽略了妈的感受，是我们对她的关心不够多，所以她才会生气。我一定保证要把她给带回来，好让她知道，即便是做个家庭妇女也很伟大。凌风说的对，还是早点把诗涵接回来吧，毕竟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原因。不，四嫂阿姨，这不能怪你，毕竟你也是为了我们好。不如让妈多出去冷静冷静几天，让她多吃点苦头。到时候我把妈接回来的时候，她才能深刻的意识到自己的问题。妈不是说我们能有今天，都是因为他吗？他不是吹牛说他会写诗会创作，那就让他放手去做，让他来打败我们。此生有你，你夏家人不是骄傲吗？不是看不起我吗？那我就在你们最骄傲的地方，把你们一个个打落神坛。夏凌风，你是第一个。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？咱们1024电台收听率已经跌到谷底了，谷底！你们都是猪脑子！咱们有10几个栏目吧，既然干不过此生有你的夏凌风，区区一个夏凌风，月月亏损啊！再这么亏下去，你们告诉我，我还有什么脸面，拿什么跟上面交代？部长，你先别激动嘛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打造出能抗衡这个夏凌风的电台。屁话！你说这种屁话跟我说多长时间了？你说，告诉你啊，还告诉你们，给你们1个月的时间，这收听率如果再上不去的话，我辞职！你们一个个全部去此生有你电台去伺候那个夏凌风。部长，这1个月的时间哪能够啊？进来。你好，请问咱们江城电台还招主持人吗？能打败此生有你夏凌风的那种。我的妈呀，你谁啊？你知道夏凌风是谁吗？他可是集诗词歌赋嗓音于一身，集满天赋的这么一个金牌主持人。不要开玩笑了，咱们回家做饭去啊！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反正你们不是快倒闭了吗？部长，要不咱试试？这死马当活马医呗。不讲话，谁死马？他叫什么？他叫什么？咱们知道吗？他凭什么打败夏凌风啊？就凭这个16字风水秘传。凌风，部长命你今天全力以赴，必须彻底压垮1024电台，完成对他们的并购。收到。欢迎收听《此生有你》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夏凌风。其实，我们终其一生所追求的幸福，不在过去，不在未来，而是在当下。还有，眼中情，碗中餐，身边人，3餐4季
家人闲坐，幸福安康，灯光可期。我的好大儿，我写这些的时候，真没想到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妈。哎，疯了！我真是疯了！竟然让这么一个老女人在黄金段播放《1001夜》的故事，这可是1024最后一个稍微还有点收听率的时段。这要是出现什么纰漏的话，我就等着被总裁直接撤职了。哎呀，部长，这早死晚死都得死，还不如让他试一试，跟那个夏凌风打 PK 呢。就算他播成一坨屎粑粑，那我们也可以在同一时段恶心他们一下嘛。过了今晚，这电台就不存在了。行，恶心恶心他们吧，开始吧。嘿嘿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江城1024 1001夜，一夜一个故事栏目，我是你们的新朋友向诗涵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。首先，我要告诉大家，盗墓它不是简单的请客吃饭，也不是写字画画，而是一门具有破坏性的技术。啥破电台？换主持人，1001夜，盗墓，更没人听了。故事要从一本16字风水秘传残篇开始说起。那是我爷爷年轻的时候，败家，吃喝嫖赌抽，五毒俱全，还欠钱，欠的所有人，我把他当成做要饭的，驱之不尽。我爷爷还骗我太舅爷爷，说他要娶新媳妇，这才从他手里骗来了20块大洋。他为了应付这差事，就找来了一个纸扎的女人，他用水彩画了眉、眼和鼻子，远远看去就跟活人一样。我去，花了20块大洋娶了一个纸媳妇儿，还挺有意思的。我太舅爷爷想见见我爷爷娶的这新媳妇，可我爷爷死活拦着，就是不让进。他越拦越觉得有问题，我太舅爷爷更加起了疑心，这2下便争执了起来。就在此时，里屋的门帘掀开了，竟从中走出个女子。她皮肤白皙，大脸盘子，大屁股，小脚，红嘴唇。我爷爷一看，这不是我找人狐的纸人吗？我去，这纸人媳妇竟然活了！快听快听，1024有惊喜，惊喜啊！怎么样？播出之后，这数据是不是清零了？这刚才的收听率确实有点下降，不过现在已经开始上涨了。这现在的收听人数58000，比平时的4万还多一点呢。好，夏凌风他的数据是多少？看看。哦，我看一下，这此生有你的流量依旧稳定，1800万。1800万，咱们是58000，这数据怎么比？还想着恶心别人呢？切，人家根本不会在意的。那纸人活了。就见这女子僵硬着身子走到我爷爷耳边，悠悠道：“如果有一天你穷到活不下去了，你就到13里铺外的荒坟来找我。坟地的中间是座没有碑的孤坟，棺材就是我的人生所在。那里面有很多的金银珠宝，只要你攒了，哎呦，师傅，不好意思，师傅，我演出赶时间，这个钱都给你，我加钱。你吓死我！走，还没走，你这爪子，差点没把我送走！差！哎呀，同志们，来这块电台，1024，故事很精彩。黄金档讲恐怖故事，睡不着，别别睡了，快来听！又下药了！我去，此生有你的流量开始下跌了，小部分听众被吸引进来了啊！现在收听人数已经上百万了，这还是这几年来咱们这个1024电台最高的一次呀！是啊，上百万了！哎呀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
这思思阿姨写的稿子也太感人了。我们的收听率应该破纪录了吧？刚开始我们的数据是达到了1800万，但是现在不断的下滑，已经下滑到1600万，还有听众不停的流失啊，不停的流走，这怎么可能？那听众都流去哪儿了？检测数据上面显示，全部流失在江城1024电台。江城1024，那个快要倒闭、快被我们公司收购的电台，我倒要听听。我爷爷一听，瞬间亢奋了起来。他一咬牙，一起身，拿起了铁锹，掀开了棺材的盖子。棺材中竟然躺了个美女，她高仰，大红嘴唇，白皙的脸庞用胭脂点了2个大红点儿，凤冠霞帔，红色丝绸，吉祥袍的新娘子。播音功底也太强了，引人入胜，绘声绘色。不过这声音听起来怎么像我？这1024的新主也太厉害了吧！这感染力，这都不亚于大哥了。这该不会是哪个民间艺术家吧？可在我爷爷眼里，他只看见这棺椁中女子身上佩戴的首饰，这些金银珠宝在夜灯的光线下闪着诱人的光。爷爷说要去撸那女子手上佩戴的戒指，爷爷手刚伸过去，那新娘子突然，他手臂一翻，触了我爷爷的手腕，钢刀一样的长指甲就一寸多，深深陷入我爷爷的肉里。我爷爷被吓了一跳，他抬眼一看，那新娘子正瞪着流血的瞳孔，死死地盯着他。这到底是谁？这播音感染力也太强了吧！他至少得有20年的播音功底。这1024的新主持到底是谁？这1024的新主持到底是谁？找到了，1024电台1001页新主持资料。向诗涵，夏主持，您认识他？那您看能不能把他挖到咱们电台来？就在刚刚，1024电台的收视率已经突破了800万，要继续这样下去的话，那咱们会很受到威胁的。挖过来，只是这声音怎么听着像我妈的声音？喂，向社，你知不知道妈最近在干嘛？哥，你提他干嘛呀？真晦气！你没别的事儿，别打扰我听电台故事啊！你也在听电台？没错，这个1001页的新主播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这故事讲的跌宕起伏的，真有2把刷子呀！但是，你觉不觉得这个新主持的声音有点像咱妈呢？妈，哥，你也太看得起他了吧？他除了会做饭、洗衣服，哪能写出来这么好的故事？那可能是我太担心妈了吧。啊，对了，三弟，你有空的话也四处打听打听，咱妈呢现在在哪儿？咱们呢得赶紧把她接回家吧。啊！部长，800万了！这第一次播就收听率800万！哎，部长，这是不是比咱们最巅峰的时候还要高啊？哎呀，此生有你的夏凌风啊，也不过才1000多万嘛。我觉得我们很有希望能够赶超他们。不，告诉小山，让他继续播，一鼓作气。好，父皇，现在1001页这么火爆，咱们会不会被他们打败呀？不可能，不管是谁，都不能打败我夏凌风。哎，好了，快出去吧。接下来我会唱一首歌，是我的歌曲手册里面，这是思思阿姨留给我的底盘，我绝对不会输。喂，什么？夏凌风要唱歌，还要进行歌曲首秀？哎，行，先这样。部长，这夏凌风太不是东西了，一点不给咱们机会啊！向世涵，夏凌风要唱歌，说要进行歌曲首秀，
你再坚持一下，实在不行，你把刚才的故事再讲一遍，你一定不要让我们输的难看。唱歌，我的好人，是请问我，你以为拿着李思思偷我的2首歌就能操胜券吗？那就1首歌上的认钱。欢迎大家回来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夏凌风。感谢这几年大家对我的支持，接下来我会给大家唱一首歌，一首最疼爱我的阿姨给我写的原创歌曲，来回馈给大家。快，大象题！我的上司现场快收听第1段的歌。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假如爱有天意》。年少的我们哇，没想到男主持唱歌也可以唱得这么好听。相爱的人就这个夏凌风，他就会哗众取宠。哎，你说他一个主持人，他唱什么歌啊？你看我们的收听率现在已经下降了50万呢。听众朋友们，故事之后给大家带来一首歌，一首我自己的歌，送给曾经的我们。这会儿唱歌，播的好好的，唱什么歌呀？啊，告诉他，让他继续播，继续给我讲故事。校长，部长要求一定要讲故事，千万不要唱歌啊！哎呀，你是不知道，这个夏凌风的阿姨叫李思思，是著名的创作人兼歌手。你跟他比唱歌，你肯定输啊！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后来》。后来，这是什么破名字嘛？啊！哎，完了，这下是彻底完了，调不出时间才怪呢！哎，我们要被这个此生有你活活的踩死呀！后来什么怪名字，没意思，不听。又如何回忆我，带着笑或是很沉默？这些年来，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？后来，我我听到这首歌呀，我想起我年轻时候追女神的样子。那时候听着这首歌，我心里好难受。怎么突然有点想哭呢？我也是老了，也想起年轻时候的样子了。兄弟们，都来给我听歌，都给我哭，快来给我哭，快！情绪，这个主持人真是吉他曲啊！这个像诗涵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呀？天哪！大师级的播音水准，金曲品质的歌曲，天堂级的唱功啊！这1024的主持人也太厉害，唱的我都快哭了。哎，就是比大哥唱的还优秀。是啊，他让我想起了我的初恋。音乐中的一幅线。感谢大家收听林峰的节目，我们明天继续。啊，部长，你看，我有点不敢看了。说实话，我不太懂音乐，但是我听他这歌吧，
真的是金曲品质的歌曲，咱们收听率不应该会很低吧？你看呀，我没有看错吧？今天的收听率的确达到了历史新高，2200万，太好了！但是压不垮1024。什么？我们2200万的收听率，还压不垮一个小小电台？那他们的收听率是多少呀？也是2200万。2200万？这不可能！竟然和我们持平！凌风，今日是持平了，但是对面是一位毫无名气的主持。今日他一炮而红，明天输的可能就是我们了。2200万的收听率啊，这不是跟《此生有你》的数据持平了吗？啊，我们跟《此生有你》持平了，我们赢了！小山不，向女士，以后你就是我们台的一姐。你以后有什么要求，你尽管跟我提，我全部答应你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打败此生有你，把夏凌风狠狠地踩在脚下。这怎么可能？今天是我的歌曲首秀，1024那个小小电台，他怎么可能超越我？他是不是又写什么新故事了？他也唱了一首歌。不是，有没有弄错呀？我唱歌，他也唱歌，而且他唱的歌还超越了思思阿姨给我写的歌。不可能！我倒是要听一下他们的回播。后来，我总算学会了这么好听，去爱，可惜你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后来，终于在眼泪中。是我输了，他的这首歌，无论是品质还是唱功上，都远远超越我。今天收视率持平，那明天我们怎么办？这个1001夜主持人向诗涵，到底是何方神圣的？向诗涵，他为什么偏偏叫这个名字？要是我母亲向诗涵有他一样的才华就好，我也不至于越来越忽略他。你母亲是向诗涵，这个主持人是你妈妈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母亲要是有她一样的才华，我做梦都会笑死。不过，我不管她是谁，她都不可能打败我夏凌风。我相信思思阿姨，她也一定可以写出超越1001夜的故事。1024电台，向诗涵，不管你是谁，你都不可能比思思阿姨更加优秀。夏凌风，我的好大儿，明天我就在你最引以为傲的地方，把你打入尘埃。思思阿姨，你还有没有新的稿子可以给到我呀？之前给你写的稿子，这么快就用完了？向诗涵之前写的那些东西都用的差不多了，上哪给你写稿子去？是这样的，最近那个市里的电台，无论是讲故事还是作词作曲，都远胜我。他已经把收听率给我扳平了，很难讲之后会不会超过我。1001夜啊，这不是我们最近听的电台吗？哦，对，哎，你们说这1001夜的主持人何方神圣？怎么这么厉害？那个主持人还和咱妈同名呢。咱妈？嘿，我倒是真希望他有这才华。像这种天才呢，那肯定是万中无一的。那咱妈呢，那就是个普通的妇女，怎么和人家比？哎，三弟，对了，你知道咱妈的消息了吗？你还真有主动把妈接回来。咱妈又没赚钱能力，那在外面混不下去了，自己就灰溜溜的回来了。虽然我们妈给不了我们工作上的助力，但好歹也是辛苦把我们3养大的，是不是？怎么能说不管就真不管啊？好，我给你把她带回来就是了。哥，
你先忙你电台的事吧。啊，哎，思思阿姨，之前的稿子呀，让我获得了金牌主持人称号。你到底还有没有稿子，让我重新拿回第一啊？凌风，我最近都在写歌，真的没什么时间。你之前可不是这样的。之前我问你要稿子，无论我要的有多急，什么时候要，你都会第一时间给我。以前是向诗涵那个傻逼，只要你能收入稿子，他都能不眠不休的给你写。难道现在也让我给你当写包吗？林峰，我有办法了。不是明天电台要直播吗？我去给你当嘉宾，这样不仅能宣传我的新歌，还可以帮你提升收视率，一举两得。那就太好了，思思阿姨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一定能创造新的收听记录。向诗涵，刚刚接到消息，夏凌风的电台要邀请天后李思思做嘉宾，说是要发表新歌。啊，这下完了。天后的粉丝那么多，而且她唱歌的效果肯定比夏凌风还要强。李思思要去《此生有你》唱歌。向闪，我跟你说，打败夏凌风可能是咱们的幸运，但是李思思她可是天后啊！你跟她比唱歌，你是比不过了。哎，你可以继续讲你的鬼故事吧。啊，哎，对，只要这个收听率。这本来昨天的收听率能够持平，本来想着今天有超过3分了。夏凌风有这样的人脉，我们要想打败他，只能等奇迹了。没想到能打败他们的那一天，来得这么快。你放心，今天就让你们见证奇迹。若逢新雪初霁，满月当空，下面平铺着浩瀛，上面流转着亮眼，而你却带着笑向我走来。月色和血色之间，你是第三种角色。欢迎来到此生有你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夏凌风。今天是大学最后一场，我为大家请来了歌坛新晋天后李思思小姐，为大家带来她最新的歌曲《飘雪》。我去，月色与血色之间，你是第三种角色。夏凌风不愧是天才主持人啊，这诗写的太好了！快听《此生有你》啊！今天还有歌坛天后思思女神，我思思天后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向诗涵。今天我继续为大家唱歌。来了，不知道今天这个主持人唱什么歌？哎，你说大哥跟思思阿姨的电台已经开始，可是我想听那个1001夜。你说那个新主播他又会搞什么花样？哎呀，纠结。你说我听哪个？小天后居然去了《此生有你》，听说还要唱新歌呢，大家快去啊！天后加油，女神加油！咱们电台的收听率正在下降，现在已经跌到500点，这听众都流向了《此生有你》，我们全完了。忧郁的一片天，飘着纷飞的雪，这一红一豆的温泉，竟是我孤单的思念。飘零的一片叶，就像你我的中间，这一红一豆的温泉，盛满温暖的从前。太好了，我们直播间的数据直线飙升，已经突破了1300万，1400万！哇塞！思思阿姨写词写歌能力无人能及，这样火的歌也只有她能写出。今天的收听率应该要破纪录了。接下来我会随机接听一位听众，根据他的故事，为他创作一首原创歌曲。根据自己的故事创首歌，这下的人该不会是骗人的吧？商量好的，找的托。雪花像绽放的梨花，天地间肆意的飘洒。唱的真好，好听啊！风吹乱我的发，
撕开我记忆的伤疤，让往事像雾气慢慢的蒸发，让我知道什么叫放不下。果然是天后，还是这么的好听，再搭配上夏凌风那磁性成熟的声音，加上这配曲，雅，实在是太雅了。没错，李天后的声音简直太好听了。飘雪真的太好听了，不愧是李天后呀！现在听众反馈非常好。思思阿姨果然优秀，她写的稿子和歌都不是普通人能达到的高度。1001夜现在的收听率应该急速下降。我去，你们听到了？那个1001夜的主播竟然要根据现场听众的故事现场原创歌曲，真的假的？我去听听。要不然我们还是听1001夜，这个叫做斯坦迪情。对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接听第一位听众。你们真的能根据我的经历现场制作一首歌曲吗？当然，请说出你的故事。我是一个小，我去，这也太炸裂了吧！确实没错。我是一个小三，我知道他有老婆，我依旧想跟他在一起。我就是别人口中那个不要脸的贱人，一个小三。这小电台有这么好吗？哎，我去，快去听1001夜。都是唱歌，还不如听李天后呢。你懂什么？有人在他的电台里爆料当了小三，还有主持人根据他的故事写一首歌。我去，这么刺激！我去看。我也是刚知道我是一个小三，我一直以为我跟他是正常的恋爱，他给我买车买房，他不让我工作，他说他会养我一辈子。我真的以为我遇到了对的人，我真的以为我一辈子都可以和他在一起。我就是他可有可无的影子。直到那天，我看到他和老婆孩子一起逛街，他笑得那么开心，我手足无措。哎，部长，这听众都在持续进入啊，这故事肯定太炸裂了，听众们都被吸引进来了。我也想过和他分手的，可是他给我买车买房，他不让我工作。如果我跟他分手，我连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没有，我不知道该依靠谁。主持人，你能根据我的经历现场创作一首歌吗？我去，这也太刺激了！根据故事写歌，当然，我已经写好了。这么快就创作出来了？你看，这主持人厉害，这么短的时间就能把歌创作完了。我没有决定属于你的温情，也没有偷偷。感谢天后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唱。接下来呢，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要听的歌，可以拨打我们的一个热线电话来进行一个点歌。凌峰，我们直播间收听人数不涨了，停止在1500万，听众又流向隔壁电台了。什么？让我们来接听听众连线。你们好，你们是不是可以点歌呀？
我们这里当然可以点歌，请问您是李天后的粉丝吗？你想听什么？只要是我的歌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那能根据我的人生经历现场创作吗？现场创作？这需要时间，需要灵感，这怎么可能做得到呢？不是你们说的能够根据听众故事现场创作歌曲的吗？你们不是1001夜吗？我们这里是此生有你，请问您还有别的要点的歌吗？啊，那算了，我要去1001夜。我要主播根据我的人生经历给我量身创作一首歌。这要根据听众的故事进行现场创作，我堂堂天后都不一定能做得到，别人怎么可能做得到？我在这里警告一些居心不良的同行，请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，不要玩一些歪心思，找一些托来我这闹事。来，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连线。我像是一颗棋，镜头里有你决定。我不是你眼中唯一降临，只是不起眼的小兵。我像是一颗棋子，来去全不由自己。举手回你，从不曾有这也太好听了，感觉像是一枚被困在棋盘上的棋子，被一双无形的手控制着。他僵立在格线之间，奋力的想跳出这方天地，却终究挣脱不了那根牵动命运的引线。啊！我已经被他彻底俘获了。部长，我们的听众这么快就涨到了1500万，1500万呀！只走进你安排的战局，没有坚强的防备，也没有后路可以退。逃离你布下的陷阱。忧郁的嗓音，将这份无奈和绝望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没有决定输赢的勇气，只没有逃脱的幸运。好像看到了那枚棋子，他多么的无助，他无法预判自己将落向何方，他把他的命运都交出去了。全凭痴情啊！一念之间的善恶。这首歌完完全全唱出了我内心的感受。我本来以为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他顶多写一首普通的歌曲，没想到又是一首新曲。那这说不定他比思思阿姨还厉害。来去全不由自己。快查，这个人到底是谁？我出500万，500万不够，出800万，800万不够，就出1000万。无论如何都要找到他，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挖到我们公司。手控在你手里，我却手控在你手里，想走出你。2800万，2800万还在上升，真是创造奇迹了！刘峰，我们收听率已经跌破800万了，听众全部
都流向1001夜电台。来，让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。喂，是不是你们说的能根据我的故事写歌呀？打错了，已经不足300万了。主播，我想跟你说说我的初恋，你能给我写首歌吗？打错了。好嘞，我给你说我的故事，你能不能给我原创一首歌曲？打错了。给我写歌呀！喂，请问这里是1001夜吗？我再说一次，我们这里是此生有你，此生有你，不是什么1001夜。林峰，不播了吗？那这节目不就开天窗了吗？都已经没人听了，我播它干嘛？这1001夜的主持人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何方神圣。怎么回事？这肯定是挂羊头卖狗肉，连我都不能保证现场创作，他怎么能根据现场听众的故事进行创作？这不开玩笑吗？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谁。我不是你眼中唯一焦虑，只是不起眼的小兵。我想的是一个棋子。这位听众朋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首歌完全唱出了我的心境和委屈。你喜欢就好。接下来，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。林峰，你怎么了？对了，他不是说可以根据听众的故事现场原创歌曲，我这就打电话过去。没错，我看80%呀，就是他们电台在做戏吧。这种人就应该让他彻底身败名裂。这位听众你好，喂，我听说你们这儿是不是可以根据听众的故事来进行原创歌曲啊？我这里刚好有一个故事想要分享给你。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？好像是我儿子夏林峰。请说出你的故事。我有一个妈妈，她是我们的养母，养了我和2个弟弟，我们全家人可以说是对她掏心掏肺。从她嫁给我爸那天起，她就没出去上过1天吧。我们不嫌弃她没本事没教育，她住着大别墅，吃着保姆做的山珍海味，每年她还有500万的零花钱。我和弟弟们努力工作，个个在自己的领域发光发热，就是为了让她面上有光。而她呢，她因为一点误会就叛出家门，到今天都杳无音讯。果然是个我的好儿子，在他的眼里，我永远是那个没有规矩、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既然你想让我为万人痛，那我就给你好好的唱一首。这就是我的故事，怎么样？你可以原创一首歌吗？当然可以。兄弟们，你们听1001夜没有？这个投稿人的妈妈，她简直不是个东西啊！就是家里人都这么努力让他享福，可他却一点都不知足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像大哥呀？他不会再给电台打电话吧？这位听众，根据你的故事，我为你创作一首歌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想问一些关于你妈妈的问题。我想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也都想听听看。没问题，你问。你说你们一家对她掏心掏肺，还给她住大别墅，那你还记得她住在哪个房间？当然记得，她住在……我怎么不记得妈住在哪里？爸妈不睡在一起好多年。2楼好像是夏晨和爸的，3楼是我和陈州的。妈怎么？地下室。原来你所谓的大别墅就是地下室。是这样的，我和我几个弟弟太吵了，地下室又很安静，绝对听不到任何声音，所以就给了他地下室。这是为了让他睡一个好觉，这都是为他好。这哪有让自己亲妈住地下室的呀？哎呀，那你说一年给他500万的生活费，有转账记录吗？你说的山珍海味，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妈妈最喜欢吃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竟然什么都想不起来。这投稿人不会在撒谎吧？
这家人真不是个东西，肯定在节目组里胡说八道。这位听众，根据你的故事，我给你原创一首歌曲，希望你听好。这怎么可能？这么短的时间内，能创作出什么好歌？简单点，说话的方式简单点，简单点，说话的方式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你真的能原创出一首歌？已经什么水平？情深略，你又不是个演员，别设计这是什么意思？还说我是个演员，说我故意设计这些情节。我只想看看你。我是真的很爱我妈才这么做的。我还不是希望自己的妈妈能跟思思阿姨你一样，绽放出女性魅力。该配合你眼中的我，眼视而不见，再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。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收起了底线？兄弟们，你听听这词儿，难过的太表面，像是没天赋的演员。哎呀，漂亮！出细节，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？他这是在质疑大哥的真心。大哥这么哎，他这是质疑我的伤心和痛苦吗？他又知道些什么？对我妈妈的爱是真的。一切，你想怎样我都随。你演技也有限，就应该狠狠打他的脸。不是，这跟我的故事完全不一样，没有一点相似之处。我不承认，我不承认！别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。什么时候我们开始没有了底线？顺着别人的谎言，被动就不显得可怜。那我他妈也是这么做，我是真的为我妈才会这么做的。可你曾经那么爱我，干嘛演出细节？对啊，这个人要是真爱他妈妈，怎么会在节目里这么诋毁他？我看那个妈妈才是真的可怜，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，竟然还这样对待他，就该跟那一家子人分开。其实感情最怕的就是拖着。他这是在说我装模作样，说我假惺惺。别演到中场时也过不着了，是否还值得？哎，部长，你快看，涨了，又涨了，突破5000万了啊！这。删掉那些情节，让你看上去体面。他这是说我胡编乱造，说我故意抹黑我妈，他这是质疑我对我妈的爱。我那是出于对她的爱，才会希望她越来越好。这一切都是源于我爱她。嘿嘿，我就不相信这世界上有这么不知好歹的人，钱和资源都不要，只要回贫民窟，肯定是做了对不起人家的事儿。他这个是造谣，根本就是造谣，跟我的故事完全都对不上。这歌我不认，我不认，这歌我不认，我不认。我在意的样子是因为爱你，我才这种纯觉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对我妈这么好，她怎么敢质疑我对我妈的爱呢？撒野！我一定要去找到这个电台主持人，你陪我一起去吧！啊！
林峰，我马上就要和未来娱乐的顾总签约了，我先走了。你不去，我自己去。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。向世涵，5000万呢！我们的电台在最高时段收听率达到了5000万，我们创造了历史，太好了呀！不负众望。哎呀，你不知道，我们电台的电话现在已经被打爆了，大家都说你创造了2首金曲，无数的娱乐公司都想约着见你一面呢。你现在的签约费可是达到了3000万，3000万的高价呀！是吗？哎呀，真棒啊！你这现在夏凌风恐怕已经尝到了失败的滋味，3首金曲估计也能撼动李思思的地位。接下来便剩下了商业奇才下场，我的好儿子等着我的狙击吧。让开！不好意思，请问有预约吗？我是省台的夏凌风，我来你们市台见一个小小的主播，还需要预约。你这算什么？你看，这些都是找他。今天向世涵会不会接受我来采访？也不知道能不能见到，他可是未来之星啊！这是景泰娱乐的记者，那是滚碟娱乐的王董，连大夏第一娱乐公司造星厂的总裁也来了。这一个小小的主持人，阵仗还真够大，居然惊动了这么多大人。你就是那个2天写出3首金曲的电台主持人？没错，是我。你好，我是未来娱乐的总裁，我叫顾廷舟，我想跟你合作。夏诗涵小姐，你愿意跟我签约吗？未来娱乐的总裁，当时李思思就是利用我写的歌，成功签约了未来娱乐，一路坦途。怎么他要和我签约？今天不是李思思签约的日子吗？顾总，我没听错吧？你这么大的娱乐公司要签约我们家向诗涵？没错，我在电台听过你的歌，不光是现场创作，还能根据观众的故事再创作，还首首都是金曲。只要你同意跟我签约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在最短的时间内，让你成为家喻户晓大明星。这可不行啊！向诗涵已经答应跟我们合作了，怎么能跟你签约？向诗涵的违约金我可以赔，而且我会再多付1个亿的签约费。1个亿？1个亿算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我们公司每天不得有10几万，是不是？向诗涵小姐这么有才华，您就愿意把她困在这么一个小小的电台吗？王天，我跟你说，向诗涵可是咱们电台的宝贝，台柱子，你想尽一切办法都得给我留住，听到没？部长，你说的对。向诗涵，你走吧。王天，你说什么呢？他走了，我们台怎么办？你真的愿意让我走啊？他说的对嘛，你在我们公司只能当一个小小的主持人，没有什么前途的。这未来娱乐这么大的公司，抛来的橄榄枝也不常见，我不想拖累你。你放心，就算我离开电台，我也不会不管你的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鬼吹灯的故事我已经写好了，到时候我把稿件留给你。我相信收视率不会下降多少，最起码打败夏凌风的电台不成问题。哎呀，向诗涵，太好了，谢谢你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呀，咱们台不用倒闭了啊！你对我有知遇之恩，我怎么会不管你呢？这么说，您同意跟我签约了？没错，不过我不要你1个亿的签约费。不要1个亿的签约费？我要你未来娱乐50%的股份。什么？50%的股份？你知道未来娱乐50%的股份值多少吗？100亿呀！
江山安小姐，即使你有很高的才华，很好的嗓音，但你一个小小的歌手，不能这么狮子大开口啊！谁说我只能是一个小歌手？我要带着我的歌入股未来娱乐。这2首歌它可值不了100亿呀！谁又说只有2首歌？我要用200首、2000首这样的金曲，以及我个人的商业价值。2000首进去，好，我可以跟你签约，但是你得向我保证你的价值。部长，我们电台的电话都要被打爆了。刘天王正式邀请向诗涵给他量身定制一首歌，他愿意出资1000万。陆天王也打来电话，想要和向诗涵小姐合作，还有天歌天后。我这边接到了10几位知名经纪人的电话，他们都要和向诗涵小姐合作。顾总，现在还需要我证明我的价值吗？不需要了，我马上准备合同。向诗涵小姐，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哎，合作愉快。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您请。不是你们未来娱乐让我来的吗？不停周顾总呢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们顾总有急事。我可是堂堂天后，你们就这个态度对我？你要是不愿意等的话，可以先回去啊。什么住处？不好意思，各位都先请回吧。我就知道今天采访不到的。走。顾总，等我这2天交接完电台工作以后，我们再联系。好。妈，怎么会是你啊？你不会在这个小电台工作？没错，我就是在这小电台工作。还好是我先找到你的。等一下你就跟我回家。我承认了，我们之前是对你有些误会，不过那都是因为爱你，所以才会对你那么严厉。爱我，在你眼里、心里，恐怕只有思思阿姨吧。妈，你到底要我怎么样才能明白我对你的苦心啊？我之所以会这么做，是为了让你不会被社会淘汰。算了，我们不要在这里解释。那1001夜的主持人呢？他在哪？我要见他。我便是你要找的那个主持人，什么事说吧。不是，妈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嫌弃过你，只会洗衣做饭，但你懂创作。之前你抢了李思思阿姨的创作，我可什么都没再说。你现在怎么能骗我呢？啊，果然，我告诉你，你也不信。不是吗？你是不知道，那位主持人连续创作出了3首金曲，短短时间内就创造了历史收听记录，还写出了那么好的故事。以他的实力，就算是思思阿姨来，也自愧不如的。你怎么能屡次撒谎来诓骗我呢？连我一个外人都能看出他的实力，你作为他的儿子，竟然不相信他。这果然呐，人心中的成见就像一座大山，即使是向诗涵说的没错，你也不相信他。我可以作证，向诗涵就是这个电台的主持人。妈，既然真的是你写出了那么好的故事，还在短短时间内创作出了那么好的金曲，哎呀，你要是有这样的实力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呀？我刚刚说了，你信了吗？是我之前忽略了你。不过妈，看来你也很想像思思阿姨一样发光发热呀。那这样，你就别在这个破电台工作了，跟我回家，为我写词，为我写歌。我保证，我会让你像思思阿姨一样优秀的。啊，原来你是想让我回去给你写歌呀？如果我没有歌，你可能想都不会想亲。哎呀，妈，我这也不是为你以后的职业发展考虑。那这样，我代表此生有你，我每年给你1000万的薪资。哎呀，果然是自不量力呀！恐怕你这后边还少个0吧？啊，一个新人1000万，我还是看在她是我妈的份上才给的高价。1个亿
就算是歌坛天后李思思来了，她也不值这个价钱。那你就不知道，你妈妈的身价现在是1个亿，就你们那点钱，打发叫花子。妈，我知道你是有点创作能力的，但是你也不能联合外人来一起诓骗你儿子。骗？难道在你眼里，我永远都是满嘴谎言的骗子？你何曾对我有个半分信任？你对李思思也会有这样的成见吗？妈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们错了，我们以后一定会好好对你的。之前欠你的，我们都会好好弥补你的。你跟我回家，好不好？我没用的时候，你把我一脚踹开；现在我有用了，你想让我跟你回去？别做梦！能让一个母亲心寒成这样，你们夏家还真是有眼无珠啊！我们这里不欢迎你。保安，其实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妈！放开！妈，你就这么欺负我大哥是吧？我劝你，老老实实跟我们回家去。如果我现在没有用，你还会亲自来找我吗？哎，别以为你开个跑车你就能……哎，让他们自己解决吧。够了！这么多年，我们家对你不好吗？妈，你不要觉得你现在有点才能就不知天高地厚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今天你不跟我回家，以后你也不用回来了。大哥，我们起。可是什么？这样的妈不要也罢。自私，从来没想过为这个家付出一丝一毫。哎呀！哥，没事吧？妈，妈，小孩，走开呀！大哥，要不是因为你俩，他会变成这个样子吗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他自己不小心的。你快别说了，妈，你怎么样了？不小心？要不是因为救你俩，他会受伤吗？哎呀，行了，救人要紧，赶紧叫救护车。诗涵现在伤势很重，不能移动。怎么成这个样子？这钢筋要切掉一部分才能移动。医生，那就切吧。哎，怎么是你啊？前段时间不是刚到我们医院确诊了胃癌吗？什么？胃癌？他长时间吃剩饭剩菜，严重营养不良，而且胃是情绪器官，心情严重抑郁，所以才造成了胃癌。不过还好，发现的早，还有的救。不过你长期吃特效药，不能和其他药物混合，所以打不了麻药啊。谁是家属？签下字。我是他儿子，我来签字。你就是他儿子，不是我说你，看你穿的挺不错的，没想到却给妈妈吃些残羹剩饭，造成了胃癌。哼，一个商业新贵，一个大明星，一个天才主持人，竟然让自己的妈得胃癌，你们不脸红，我都替你们脸红。这不可能啊！我爸给每个家人每年500万生活费，我夏家还有私人医生，怎么会让我妈吃剩饭，会让她得胃癌呢？我有没有拿那钱，你们不清楚吗？哥，你妈的生活费已经断了，爸辛苦，他没有工作，花不到你。可是你没长嘴吗？你不知道自己要的。我张嘴要，我张嘴要，又变成你们村里这知道钱财的份。
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医生，你别理他们，赶紧动手吧。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是我虚伪，是我假警告，是我害惨了他们。妈，病人得尽快进行手术，必须马上进行转移。我是他儿子，我陪他一起去。滚开！装什么装？向诗涵，没有你们这样的儿子，你们陪着去，我还嫌你们脏了救护车的路呢。医生，快走！不，你也不用太担心，可能没那么严重，是他自己装的。实在不行，我让保镖把他给绑回来。妈，他还会再回来。怎么还没来呢？把我叫过来说签约，结果就把我晾在这里。李天后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久等了。终于有时间了，签约合同准备好了吗？实在是抱歉啊，我刚刚接到我们顾总的电话，他现在有急事，请你先离开吧。你们让我来就来，让我走我就得走。我告诉你，现在外面公司多的是，抢着和我合作。你们要再是这种态度，那签约金就不是区区5000万能解决的了。既然这样，那干脆就不用签约。还没成为大盘呢，就开始只会耍赖。顾总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们之前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吗？你怎么能说毁约就毁约呢？之前我是看中你的创作才华，所以愿意花5000万的给你。我每次让你来现场创作，你总是推翻的。那请问，我为什么要花5000万去请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妈鸡？顾总，我才是现在炙手可热的天后。再说了，现场创作那也太难了，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创作出一首歌，那得是天才。放眼这娱乐圈，能有几个人能做到？你的闺蜜向诗涵，她就可以做到。向诗涵，她就是一个废物。顾总，你可不要被她骗了。你为什么要签约一个废物呢？她是不是废物，我想你更清楚。还有，我为什么签她，没必要向你解释。有你这样的闺蜜，真是倒了大霉。滚吧！你大哥的电台收听率怎么会一落千丈呢？他不是行业断层领先第一的吗？还有，你思思阿姨给他写的稿子，怎么就这么轻易被人超越了呢？可惜了，那个1001夜的新主持人写了恐怖故事，还创作了2首金曲，横空出世，现在都已经是行业第1名。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。是吗？谁？向诗涵？怎么可能啊！你妈她20多年连门都没出过，怎么可能会创作？你是不是搞错了呢？没错，的确是妈。我们之前对妈的偏见太大了，我也是今天才知道她的全部实力。爸妈她重伤住院，我们要不要去看看她？死了没？没死看啥？
爸，毕竟她是您的妻子啊！放屁！儿子真年轻。爸，妈她得了胃癌啊！医生说，她吃饭总是饥一顿饱一顿，她已经得了胃癌。不过好在是早期，还有的救。都怪我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把妈妈照顾好。怎么会这样？大家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夏家还能把他饿着了不成？先生，您说了，虽然我们夏家现在日子好起来了，但不能让夫人习惯了骄奢淫逸的生活，得让她习惯吃苦。我就没有单独给夫人做饭，你们也基本上不在家里吃饭，夫人也没什么钱，只能吃些送饭剩菜。啊，哦，你的意思是说我虐待他？要怪，就怪他那性格还过于沉闷。他一天到晚连话都不说，他就是说话的话，我怎么可能不给他吃饭？行了，以后大不了对他好点就是，下去吧。这些人从始至终都没有关心过妈的伤势。他说的对，我们真的不爱她，更不尊敬她，也无人在意她。爸，不管怎么样，妈她现在受了伤，住着院，我们不应该过去看她吗？不是吗？小诗涵，你夺走我的签约门都没有。思思，你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没事的，夏凡，只是诗涵他抢走了我和未来娱乐的签约合同。啊？他抢你的合同？他不是在电台当个小主持人吗？诗涵恐怕不想让我和未来娱乐签，可是他明明知道唱歌是我一辈子的梦想，但是他还是让宫廷中拒绝和我签。这个相声真是太过分了。所以你们就这么确定是妈不让思思阿姨签约的？为什么就不能是公司没看到思思阿姨的能力呢？你们到现在对妈的偏见还是太大了一些吧？林峰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的稿子写的没有你妈妈好，我就彻底没有？大哥，你也太过分了！前一阵子妈对思思阿姨的态度是什么样子，你也看到了。现在思思阿姨丢了坟，你还要指责思思阿姨吗？我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不要什么事都怪在妈的头上。就是两首歌嘛，说不定妈只是运气好，或者是有高人指点。所以你们都还是不肯相信妈有事。你们一个个亲眼看着她把一个小电台从籍籍无名做到了遥遥领先第1名，你们都还是不相信妈有实力。你们对妈的偏见是不是应该放一放？啊！那么大声干什么？吵死！爸，那你知道吗？妈这几年在我们家，她过的是什么日子？过的什么日子？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虐待她？我们怎么对她不好了？我们对她好吗？我们全家人把她当成一个佣人，让她洗衣服，让她做饭，让她打扫卫生，让她住地下室，从来没给她用过零花钱。我们对她好吗？我一天到晚在外面辛辛苦苦的挣钱，让她住大房子，她连班都不用上，给你们洗洗衣服、做做饭，怎么了？是啊，别人可说了，妈的命可是很好的，生了我们3个这么优秀的儿子，怎么还不知足吗？你们，妈说的对，她的努力始终凿不穿你们的偏见，是我错了。可惜
我发现的太晚了。行了，要是不放心他，把他接回来就行了。只要他以后还给你们洗衣服做饭，大不了对他好点就是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哥别难过了，我们现在去把他接回来不就好了？出去这么多天了，也是时候想点我们的好了。那你们觉得，妈，他还会回来吗？诗涵，你的伤还没彻底好呢，怎么不多休息几天？好的差不多了，我今天来是想跟你把合同签一下。现在我想要给你写几首歌，给你签约的歌手，帮他们打开名气。现在，在这儿？是的。哦。写好了。这么快就写好了？诗涵，是这样啊，我要的呢是正儿八经的金曲，不是随随便便一首歌就能糊弄我的。看看就知道了。好，看看。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。金曲，真是金曲啊！而且这首歌的曲调特别符合天王的审美，真是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内又创作出一首金曲。看来啊，我真是捡了一个大便宜呀！谢谢顾总，我听说你因为我没有跟李思思签约。是啊，而且听圈内的人说有枪手替李思思写歌，现在看来啊，他也就是个绣花枕头罢了。枪手？你也认为那些歌不是他写的？没错，之前我私底下跟李思思有过接触，我认为以他的人品和才华，根本写不出那样的金曲，所以没签他，才签了你嘛。现在看来啊，我真的是捡到宝了。看样子，就算是偷了我的东西，李思思也照样朝我而走。不是你的，终究不是你的。谢谢顾总的赞美，这只是开始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那50%的股份亏了的。1周后，我再给你10首这样的歌。那太好了，有了这样的金曲，像李思思那样的歌手，我可以培养无数个。1周后见。好，1周后见。哎呀，太好了！现在李思思的地位已经被撼动，夏凌风也失去了天才主持人的称号，夏家恐怕已经急了。妈，爸让你跟我回家。他让我回我就得回啊！我已经说过了，我跟你们夏家已经彻底恩断义绝了。妈，之前是我们做的不好，没有在乎你的感受，但以后我们再也不会那样了。妈，你就跟我们回家好不好？你少在那假惺惺的！嘿，我就不该叫你一声妈，嚣张什么呀？我们都亲自来接你了，你还要怎样？我还想怎么样？我想让你们身败名裂，陷入泥潭，让你们把欠我的通通都还给我。就算你背靠未来娱乐，凭我们夏家的能耐，雪藏你一个小小歌手，不是什么问题。离开了夏家，你在江城再无力量。没关系，就算你们夏家要放弃他，我顾廷周绝不会放弃他。顾廷周，未来娱乐的顾总。顾总，我妈她就是运气好，创作2首金曲，她就是一个废物。你确定要为了一个废物跟我们夏家作对？小彻，闭嘴！在我看来，像你这种没有眼力劲儿的人才是废物。顾总，你就这么看重他？没错，你们不要的，我要。向诗涵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7日之后会为你举办宴会，
届时会邀请江城所有的名流为你打开名气。听见了吗？离开夏家，整个江城都是我的容身之处。你们还不快滚！盛世涵，你会后悔的。后悔？我后悔没有早一点离开夏家，没能早一点看清楚你们这群白眼狼。顾总，我们走吧。哥，我们就这样放过他了。好了，本来也是我们，对不起我们妈。妈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他不想回也得回来。7天之后，我会给你和思思阿姨举办一个宴会，到时候会邀请江城所有明星们。妈不是想当明星想疯了，那我就让他这辈子都拿下来过。喂，刘天王你好，我是夏氏集团的夏彻。7天后，我们夏家会举办一个金曲交流会，到时候希望你来参加。好的，夏总，到时候我一定到场。好。刘天王你好，我是未来娱乐的总裁顾廷舟，我想要跟你寻求合作。合作？这是未来娱乐特意为您打造的金曲，您可以看看。冷冷的冰雨在我脸上不断投来，好词啊，好曲啊！这只要一经推出，肯定能震惊整个乐坛啊！你要是有意向合作，7日后我们在龙鼎酒店举办的金曲交流会上协商日后的事宜。好的，您放心，到时候一定去，一定去。喂，王天浩。喂，王天浩你好，我是夏氏集团的夏彻。7天后，我们夏氏集团会在龙鼎酒店举办一个金曲交流会，到时候希望您来参加。那就7天后见喽，夏总。好。喂，王天后，我是未来娱乐的，我们给你送了一首量身定制的金曲。什么？未来娱乐给我送来一首量身定制的金曲？人在哪儿？我现在就过去。喂，周先生。对，是我。7天后，我们打算开一个金曲交流会，您到时候可得上脸来。喂，杨小姐。喂，韩女士。喂，李影帝。喂，王先生。对，是我夏彻。7天后，我们这个金曲交流会，您这……好，那我们就说定了，到时候不见不散。今天来的都是娱乐圈里数1数2的大人物，你们一定要打起12分精神，把人给我招待好。是。你也在这儿？你们也在这儿？诗涵，你该不会是想借着今天的机会参加金曲交流大会，借着夏家的权利来给自己铺路吧？放心，就算没有你们夏家的资源，诗涵照样可以成为最闪耀的那颗星。顾总，您别开玩笑了，一会儿看到你们的宴会上一个人都没有，那岂不尴尬？这时间过去这么久了，你们邀请的人不是也一个都没来吗？你们就这么确定他们来参加的一定是你们邀请的金曲交流会吗？刘天王到。刘天王。顾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……没关系的，不要紧，您先请吧。行，那我就先进去。天后到。王天后。不好意思啊，顾总，我……没关系，我能理解。那您先进去。好的，那我就先进去了。向诗涵，看到了吗？天王天后只是刚才路上堵车耽误了时间，他们对小车的态度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是吗？那我还真是要恭喜你们。
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我们夏家的号召力。你要是识相的话，现在就快点回家，否则就算你在这儿把脚底板站穿，也等不到你想要的。妈，人都被小彻拉拢过来了，咱们呢还是不要在这里丢脸了，跟我回家吧。不用你在这里假惺惺的。妈，只要你跟我回家，等会在宴会上，我会给你介绍各种名流权贵，实现你的梦想。是吗？这么说还要谢谢你啊。别理他们了，我们先进去吧。好。装模作样，真想看到一会儿他们宴会上一个人都没有，他们的表情。思思阿姨，你还是少说两句吧。行了，我们的客人都来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快进去吧。我已经等不及，想看到等会儿他们知道自己的厅里一个人也没有的时候，会是什么表情。走，迎接咱们自己的贵客去。怎么一个人也没有？这是怎么了？这不可能啊！我们明明都有提前跟他们商量好的，这怎么会一个人都没有呢？难道他们都去向世涵那边了？他们一定是走错了，他们都答应我了。哦，对，一定是被那群不靠谱的服务生给引错了。小彻，我们现在就过去把他们请回来。好，不枉费心劳神这么久。走。吴总，哎，王总，欢迎啊！请坐。这一切都准备好了，走吧。好，我站住！你们又想干什么？我说你怎么那么有自信？原来是让那些服务生把我请的都请到你们厅了。诗涵，你再怎么想出名也不能这样。你们就这么确定他们是被我诓骗过来的？不是你，还能是谁？听见了吗？在你们眼里，我永远都是那个没有教养的人，无论我怎么做、怎么说都没有用。妈，不是，大哥，别跟他讲那么多，我现在就进去，让他继续逞能。各位都是走错了吧？下次这两个宴会厅离得实在是太近了，那边那个宴会厅才是我给大家准备的金曲交流大会，这个宴会厅是顾廷中给向诗涵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明星准备的。各位，还是跟我过去吧。那个，夏总没得到消息吗？什么消息啊？我们呢，的确答应了向诗涵和顾总，所以才来了这个宴会厅，所以没走错。你答应了他们，你不是答应我了吗？嗨，那个，这也不能怪我呀，实在是向诗涵女士为我量身打造了一首金曲，我要是不来，这歌就被别人抢走了。向诗涵给你创作？没错，那首歌呢，完全贴合我的声线，而且那词和曲一经发布，绝对大爆。对，还给我写过一首甜歌呢，《第一次爱的人》。你们都有吗？有，我们都有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这么短的时间内，创作出这么多首歌曲，还个个都是金曲。我有没有实力，你李思思不清楚吗？你这些年的成名曲，哪一首不是我写的？你这些年的成名曲，哪一首不是我写的？你胡说什么？我胡说？你是不是又想说我污蔑你，说我无中生有，我抹黑你？李思思，你要是真的有真才实学，有创作的才华，那不如创作一首试试看。创作需要时间，需要灵感，还需要氛围感，怎么可能说创作就创作出来呢？你不是自诩为创作的天才，不是什么题材都能创作吗？那你现在创作呀？难道真的是我错了？这些年的这些东西一直都是妈写的，是我对她成见太大了，导致一直不肯相信她，一直冤枉她。
不可能，他给他们创作的那些金曲，绝对是顾廷重找别人创作的。你们到现在也不愿意承认我的实力是吧？那好，你不是想跟我比文化素养、文字底蕴吗？我跟你比，拿笔来。他这是要现场写歌？向诗涵，我劝你还是别在这丢人了。要是一会儿写不出来，你这张脸可就要丢遍娱乐圈了。就你还真想证明自己，别到时候写出一首烂歌来，我都不好意思承认我是你儿子。我创作好了。这么快？别到时候写个烂歌，那我可不认。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这不是苏轼的词吗？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无名，这都什么东西啊？向诗涵，你别以为你会背几句古诗词就会写歌词。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。天籁之音啊，唱得真不错啊！我欲乘风归去，唯恐琼楼玉宇。这竟然真的是一首歌，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他唱歌竟然这么好听？情意何似在人间？这不算，这不算，这只不过就是古诗词堆砌罢了。拿别人的诗当成自己的歌词，那也不过就这点水平。你说这没水平，要不你也拿首诗现场唱出来？你仍有悲欢离合，这也算是一首金曲，是这个词好，他占了便宜吧？哼，跳梁小丑，这创作能力，幸好我答应他，能和他合作真是我的荣幸。愿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这也太好听了！这可比那李思思唱的好听多了。现在你们愿意承认向诗涵的实力了吗？这是我错了，是我们误会妈妈了。我们明明就知道她有创作实力，可我们一直不相信她呀。妈，你有这种实力，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？你早点拿出来，帮助夏家早日登顶，我们还会对你不好。我看你就是自私，就是自利。我自私自利，没错，你有这份能力，为什么不帮大哥多写写稿子，不帮思思阿姨多写写金曲？这样的话，他们在他们的领域早就是第一了。小彻，别说了，我就说，你就是自私，就是自利。你有这份创作能力，还不都是从夏家走出来的？你哪怕拿这份能力回馈夏家一点，就这么一点点，夏家早就飞黄腾达了。我没帮助过你吗？这些年你们发布的金曲、电台的演讲稿，还有你夏彻的商业企划，哪个不是我写的？飘雪，这竟然是向诗涵写的，这不是李思思获得天后奖项时声称自己原创的歌曲吗？这不是让我获得金牌主持人称号的那篇稿子吗？那次直播就是这篇稿子。
让我收听率破了1000万，让我成为大家眼中的天才主持人。原来这都是妈的功劳。这是我的剧本，我就是凭借它获得影帝。妈，这是我的商业策划书，这是我在19岁时拿下城南项目的商业策划书。还有这个，这是我在20岁时打败对手的转型建议。这是我在21岁时，这些都是思思阿姨给我写的呀。难道是我错了，是我们错了吗？原来这都是您的功劳，我们不应该不信您。妈，我们错了。现在知道错了，晚了。这些年我给你们的，也是时候收回来了。